世界上存在3种小熊，第一种是好小熊，第二种是坏小熊，第3种是死去的小熊。而我茶丸大人既是好小熊，也是坏小熊，还是死去的小熊。我所在的天界是个超棒的地方，虽说每天悠闲度日，但我有件重要的任务，从地面上的洞里眺望那孩子的情况。今天他会在哪里呢？找到了！这个女孩叫塞雷斯特·霍普金斯，她总是觉得自己没什么价值，不过这也不能怪她，毕竟发生过那样的事。塞雷斯特家是伯爵家，但家境很贫穷。他有开朗的父亲，美丽的母亲，还有可爱的弟弟，曾经幸福地生活着。只是母亲身体不好，在塞雷斯特14岁的时候去世了。3年后，弟弟格雷格也去了天堂。塞雷斯特到现在还没能从失去格雷格的悲伤里走出来，他肯定还会在某个瞬间突然想，要是那个时候我那样做就好了。哎呀，不行，一想起这些我都要哭了。因为这些事，塞雷斯特对生活提不起劲儿，彻底进入了放弃模式。但没关系，接下来他会遇到很多新的事儿，新的相遇，还有爱情。我有一点点灵能力，能预见这些哦。请问是婚约的事吗？我已经放弃了，我这一辈子应该都嫁不出去了。哎呀，你这是说的什么傻话？身为贵族小姐，一辈子独身可是条艰难的路啊。邦迪侯爵夫人是母亲妹妹的好友，关系有点微妙，但她能关心我，我也该感谢她吧。你觉得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能被别人爱吗？塞雷斯特，你只是有点内向，其实很坦诚，长得也漂亮，自信一点。您说的对，我确实不该贬低自己。那么能跟我说说对方的情况吗？你听了可别惊讶，对方可是那位有名的艾丽莎·阿迪恩塞尔伯爵哦。那位伯爵年纪大概在50或者70岁左右。你说什么？怎么会？你倒是听我说完啊！艾丽莎是我的外甥，她才22岁，是个骄傲又优秀的骑士，还是个帅到让人眼前一亮的美男子。那样优秀的人要和我？像我这样内向又宅的人，把那么完美的贵族帅哥硬塞给我，这跟海盗抢劫有什么区别？就算对方是邦迪侯爵夫人，也该有能做和不能做的事吧。还是先听一半就好，别太当真。还有别的想知道的吗？没有了，我现在感觉很不现实。唉，真是的，你这孩子啊，拥有理想也是很重要的。只要对方性格温柔，我大概没什么问题吧。哦，温柔的性格啊。怎么了吗？没事没事，那我就先回去了。对了，塞雷斯特，我已经让人把他叫到公园了。现在？你之前不是说想在见面之前偷偷看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吗？我们远远看一眼就好，不会被发现的。快看，那边那个金发的人。是他，这么好看的人，简直就像天使一样。确实，单看长相是没话说。阿迪恩塞尔伯爵牵着马，他的爱好是骑马吗？与其说爱好，不如说他本身就是骑士，骑马是必备技能啦。原来是这样，看起来是个很温柔的人呢。我决定了，我要去学骑马。随你。虽然比我预想的要兴奋，但只要他喜欢对方的长相，也算是好事。接下来就看艾丽莎怎么想。艾丽莎，
我已经帮你定好结婚对象了。伯母，我拒绝这门婚事。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结婚？我目前没有这个打算。是要一直顺着你的想法，你这辈子都不会结婚吧？哥哥的守丧期才刚结束而已。够了，我不想再听你找这些不结婚的借口，我已经听腻了。那你说说，这次的婚约对象是个什么样的人？是霍普金斯伯爵的小姐，今年20岁。她似乎对自己的长相有点自卑，不过她好像喜欢你这张脸。就是因为长相吗？这个婚约我不同意。这次的婚约你绝不能拒绝，背后有你想象不到的家族纠纷。安东尼的事你应该明白，你得有正确的选择。艾丽莎，这是为了保护你。我们根本不了解对方，说到底，他不过是对我的长相感兴趣，不是吗？话是这么说，可人执着的就是这种东西，连我也是如此。只会考虑地位和外貌的人，我绝不考虑。况且哥哥丧期一结束，就来巴结邦迪夫人提亲，更是毫无品行。塞雷斯特·霍普金斯，我这一生都不会爱上你。因为是邦迪夫人送来的马，我还以为会是一匹暴躁的马呢，结果脾气很温和，真是太好了。可是我没有骑马服，也不能穿这种礼服骑马。啊，完整配齐骑马服好贵，果然还是买条男士裤子，再挑些便宜的配件吧，只要尺寸不出错。失败了，我本来想选宽松的大一号，结果反而变得更紧身了。男性和女性的尺寸设计这么不同吗？即使想换，我也没多的钱，怎么办啊？仔细看，应该也不是这么奇怪吧。好，早去早回，要是遇到熟人，捂住脸就跑。起初我学骑马是为了让阿迪恩塞尔伯爵喜欢，但是现在我一个人也能去很远的地方，开始骑马真好。有人，之前在这里从来没遇到过人，怎么这么大意？现在逃跑会显得不礼貌吧？哼，你好，我是罗伯特 ·B. 塞茨侯爵，你呢？我是塞雷斯特·霍普金斯伯爵的女儿。原来是霍普金斯伯爵的小姐，幸会。罗伯特 ·B. 塞茨侯爵，好像在哪听过他的名字。到森林尽头之前，可以和我一起走吗？但是我还不太熟悉骑马，可能会比较慢。没关系，我会在后面慢慢跟着你，上马吧。好吧。其实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会有些罪恶感。为什么？因为我和你似乎有着父女那么大的年龄差。怎么可能？我已经20岁了。听到塞茨侯爵的名字，让我想起那时和邦迪侯爵夫人在窗户上偷看阿迪恩塞尔伯爵的时候。我们家佩丁根侯爵和塞茨侯爵家一直有着微妙的关系。关系不好吗？这很难解释。本来佩丁侯根格爵和塞茨侯爵家处于对立，而我们家也是保持中立的。很长时间里，三家关系的平衡维持的还算不错。佩丁根侯爵是什么样的人呢？如果用一个词形容的话，俗人。不过塞茨侯爵倒是很受欢迎，33岁，年轻力壮，结过婚，但是7年前他的妻子因事故去世了。想要做塞茨侯爵继妻的人络绎不绝。几年前，因为艾丽莎的哥哥安东尼的婚约事件，我们家被佩丁根侯爵超过了。艾丽莎大人的哥哥安东尼与马奇子爵丽娘克洛戴特在一次舞会上遇到了，然后两人陷入了爱河，很快就订婚了。但是马奇子爵家在佩丁根侯爵的阵营中。这样的话，他们并没有解除婚约吧？那克洛戴特和艾丽莎大人岂不是？当时因为安东尼真的很爱她，在匆忙中决定了婚约。但是阿迪恩塞尔家现在是艾丽莎在。是的，安东尼与艾丽莎的父亲因为流行病去世，最终婚约被取消。
但佩丁格侯爵一直没有放弃，现在试图强行安排克洛戴特做艾丽莎的未婚妻。怎么会让一个伤心的女孩和弟弟订婚？这也太残忍了！事情变得这么复杂，我的信心又没了。无论如何，我绝不会让佩丁格侯爵如愿。艾丽莎的结婚对象一定是你，塞雷斯特。好的。三个家族之间有着如此复杂的关系，即使邦迪侯爵夫人那样说，我还是没有自信。不对，能够开始骑马，对我来说已经是一项不小的挑战。这说明我正在一点点改变着。今后我一定要更加有自信地面对一切。这里是旧平院，贫困阶层的男女老少分别住在不同的区块里。我作为志愿者，每周来一次教孩子们织毛衣。格雷格如果还在的话，早就成长为这些孩子的哥哥了吧。感恩纪念日好让人期待呀！你觉得今年会穿什么样的衣服？多半又是从童话故事里随便找个样式来做吧。不要嘛，每次都那样。我也得开始准备感恩纪念日的事了。嗨，塞雷斯特，你负责的区域从今天起会来新志愿者。对方是不是个好相处的人？神父，您很少管志愿者的事，对方是您认识的人吗？是熟人所托，我也是没办法才多管这事。原来是这样。梅蒂神父，你好。你好，你在那儿啊？刚才没注意。是的，安说带我去庭院散步。霍普金斯小姐，这位就是今天一起过来的新志愿者克洛戴特。塞雷斯特小姐，下午好。克洛戴特，她就是艾丽莎兄长安东尼的未婚妻。她的金发、眼睛、嘴唇，每一处都明艳动人，不像我，普通到让人难过。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吧？是的，我叫塞雷斯特·霍普金斯。现在是工作时间吧？你怎么在这里闲逛？会被骂的。旧平院里没有体罚，但有着不劳动者不得食的严格氛围，因此旧平院内设立了监督者，成立了无法偷懒的制度。是克洛戴特小姐让我带她参观院子的，她说和盖茨叔叔说好了。盖茨监督员，他平时对工作可严格了，居然会同意？我和盖茨先生聊了聊，他就同意了。盖茨先生其实很和善，特别体贴。盖茨先生体贴，我完全想象不出来。难道是因为塞雷斯特小姐太可爱，男士见了你会紧张，才故意装严肃的？没有的事，您别这样说。神父，您觉得是塞雷斯特小姐更有魅力，还是我呢？好想让他别再问了。有人吗？谁能来救救我？阿迪恩塞尔伯爵怎么会在这里？终于见到了。不过这位克洛戴特小姐给人的感觉可不太好。艾丽莎，你怎么来了？阿迪恩塞尔伯爵，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我有事儿找克洛戴特。你们关系真好，我们就像家人一样。虽然从邦迪夫人那里听过两人的关系，但看样子他们应该是很在乎彼此的吧。你模样不错，只要找对努力的方向，以后会有出息的。等你再长大些，来我的骑士团怎么样？真的吗？谢谢骑士先生，我会加油的。等等，你在开玩笑吧？艾丽莎，安可是个女孩，一看就知道。女孩？唉，真是的，你也太迟钝了吧？这都看不出来吗？抱歉。不需要道歉，你说的话我很高兴。不，这只是你善意的体贴，我不应该理所当然的接受。好可爱，明明外表看上去如此华丽，内心却真诚朴实，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其实怎么办？我该自我介绍吗？要说我从邦迪侯爵夫人那里听说了婚约的事吗？可这并不是正式的婚约。自从格雷格离开后，我久违地感到了一种积极的心情。现在我想把这份感激之情传达给你。我是艾丽莎，你带的东西呢？啊，这是给你的。啊，我可以打开吗？不，现在先别开。啊，可是那是我哥哥给你。对不起，我得先回活动室了。那我也失陪了。
下次见面我一定好好自我介绍。你没事吧？我没事。可是塞雷斯特，你看上去似乎跟刚才的骑士有关系。没有，只是之前听过他的名字，所以……哦，刚才的事也别太在意，礼物交换也未必是情侣之间的东西。那么到底是什么呢？可能装的是一些情趣的小物件吧，你可以自由想象哦。又说这种话。塞雷斯特，你完全是个小孩子呢，连情趣的小物件都想象不到吧？能想的，对了，塞雷斯特，后天的感恩纪念日你会来吧？当然。那你扮第三个公主与丑陋的魔法师里的角色好不好？我很期待感恩纪念日，认识的人里也只有你会答应我的请求。我答应你，到时候给你个惊喜。一言为定。好啦，一切准备就绪。本来还在想送什么礼物给安，刚好买丝带时店家送这个吊坠，就给安吧。接下来发型是关键，用梳子这样倒着梳，弄成蓬松的样子。第三个公主与丑陋的魔法师里，成为公主是所有女孩的梦想，但她是被一姐欺负的可怜公主。后来因为对丑陋的魔法师好，得到了幸福魔法，成功变美，遇到了王子。感恩纪念日是每季度最开心的事，真希望大家都能喜欢我的装扮。这是什么呀？也太不像样了吧！我好不容易才把头发梳蓬松，怎么了？活像个老太婆。谢谢你啊。谁让你装老太婆的？你到底不满意什么啊？全部都不满意。我让你扮的是公主，不是魔法师啊！你说扮公主？不然呢？你就不能按常理来吗？穿成这样一点都不可爱。我根本没明白啊。安和，那个是谁呢？两人究竟在吵什么？神父大人，早安。哦，等等，请安静一下。这人是什么情况？哎呀，大家居然都聚在这里！阿天塞尔伯爵，伯爵也来了呀。我只是来帮忙拿东西的。没想到艾丽莎伯爵会来，说不定能趁机把上次没说完的自我介绍补上。塞雷斯特小姐，您的衣服真漂亮，能在这里见到您太开心了。开心？什么意思啊？你们认识啊？她是塞雷斯特，霍普金斯伯爵的女儿。他的眼神很冷。我是塞雷斯特·霍普金斯，之前从邦迪侯爵夫人那里听过您的名字，夫人还让我在这种地方提邦迪侯爵夫人不太合适吧？而且你的装扮，你就没考虑过周围人的感受吗？这里是旧平院。艾丽莎，别这么说，塞雷斯特小姐已经特意改了装扮了，对吧？是这样没错，但她本来是要扮公主的。你想啊，这里的孩子们看到贵族穿华丽的公主装，会不会觉得难过？塞雷斯特小姐是为了不让孩子们自卑，才特意换成这样的。在旧平院故意扮成这样博眼球，真让人不敢相信。塞雷斯特，我们走吧。请等一下，塞雷斯特小姐。好疼！对不起，你没受伤吧？别靠近他，我最讨厌耍心眼的女人。可是我并没有想推他。我到底在做什么啊？让安失望，撞到克罗戴特小姐，现在还被艾丽莎大人误会，竟然还傻傻期待艾丽莎大人会喜欢我，甚至盼着婚约能有进展，真是太丢人了。感恩纪念日之后的几天，我总在反复回想那天的事，纠结要是当时没那样做就好了。邦迪夫人去了远方，写给克罗戴特小姐的道歉信也没收到回信。真的没有推克罗戴特小姐的记忆，是有人强行拉了我的胳膊，我回头时她就已经倒下了。这样下去不行，我要再见一次艾丽莎大人。这里是我第一次见到艾丽莎大人的公园，她应该会来这里吧？艾丽莎大人，太好了，这次一定要跟她道歉，还要好好问问她对婚约的想法。你的未婚妻到底怎么样啊？
我不想回忆他，他身上没有一点优点。再怎么说，也该有一个优点吧？没有，他看着不干净，人品也卑劣。邦迪夫人提这件事时，我就不安，果然没猜错，真不知道要怎么才能喜欢上那种人。原来艾丽莎大人是这么看我的，我伤了她在乎的克罗戴特小姐，还让她被迫和我这样的人订婚。其实她才可怜，还是别再见她了。怎么了？没什么。塞雷斯特，要出去骑马？哦，对了，你前几天不是给阿迪恩塞尔伯爵寄了信，他还没给你回信吗？我很担心你和艾丽莎的关系，以后你们要每3天见一次面。那次事件之后，我发了封自己见面的信给他，可能他太忙了，觉得没必要回信。我只是去附近骑骑马，从婚前回来，路上小心。这孩子不会做傻事吧？沈大人肯定知道我在装病，没回信也说明他的确不想见我。我早该明白的，可心里还是有点难过。又见面了，塞雷斯特小姐。塞泽侯爵，下午好。居然能在这里偶遇。感恩纪念日那天，你好像遇到不少麻烦吧？你怎么知道？我在圆形广场偶然看到了那场戏啊，比3流话剧还假。戏？那位克洛戴特小姐是故意摔倒的吧？我看得很清楚，她自己跌下去的，后来还假装惯用手受伤。真的是这样吗？信不信由你，要不要一起骑马逛逛？不了，我今天有点不舒服，想在这儿静一静。那你多保重。听见克罗戴特小姐是故意摔倒的，我居然有点开心，可又不确定她的话是不是真的。就算是真的，也改变不了艾丽莎大人讨厌我的事实。这是感恩纪念日那天没来得及给安的项链。一想到感恩纪念日的事，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没人可以倾诉。谁来帮帮我？塞雷斯特小姐，不好了，艾丽莎大人，艾丽莎大人来了！艾丽莎大人，你果然在这里，我想来确认一下，你和上次感恩纪念日时给我的印象不太一样。关于感恩纪念日的装扮，其实是安拜托我穿的，但我理解错了他的意思，最后让他失望了。而且，我真的没有想让克罗戴特小姐摔倒，真的很抱歉。克罗戴特的伤，既然不是故意的，就没关系。相反，我之前的态度的确不太好。如果可以，能不能再陪我聊一会儿？您是要替我装病回避见面的事吗？对不起，今天我实在没准备好，下次见面您想怎么说我，怎么处置我都可以。我知道了，那我们就下次见面再聊。谢谢您原谅我，我先告辞了。刚才他居然笑了，下次见面到底该怎么办啊？谁？你昨天在树林里喊谁来帮帮我，我听到了哦。天喝了睡前酒的缘故，我居然梦到会说话的小熊。我问你，你还想和艾丽莎结婚吗？想，但是不可能。什么不可能？打起精神来！他说我看着不干净，人品也卑劣，我又笨又丑，他怎么可能喜欢我？那都是他胡说。放心，有我在，你做不到的事儿，我来帮你。真的吗？你会一直留在我身边吗？当然，我跟你约定。不过，你得先给我做千层面。这奇怪的梦也未免太真实了点儿。早安，小姐。哟，塞雷斯特，这到底是？你就是塞雷斯特的老爸爸，请多关照。啊？难道说这不是吗？当然不是。这饭也太素了吧！没有烤的焦香的香肠嘛，培根呢？
要不要给您准备点吃的？玛莎，你也适应的太快了吧？他看起来倒是像精灵，但他怎么什么都吃啊？有趣，有趣。真是不是人的家伙抱着非人之物啊！最近和梅蒂神父讲话时，像被一条大绳子绑，令人发怵。总之是精灵没错，不过他能说人话，还能触碰。对了，他好像胃口很好，总嚷嚷着想吃千层面或者培根什么的。明明是灵体，还吃东西。那他会不会拉屎？既然是灵体，能凭意志穿透物体，应该也能做到吧？我以前像风一样透明无形，漂浮在空中。那持续了多久？好几年吧。我天生好奇心旺盛，喜欢到处乱看，像什么贵族宅邸啦，还有救济院北区之类的。好了，废话到此为止，接下来才是正事。前几天我去了霍普金斯家，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霍普金斯伯爵很绅士，身后的画像中展现了幸福的家庭，而且塞雷斯特给我的印象与在感恩纪念日见面时的样子完全不同。那时我本想再多说一点，被拒绝了，说过下次见面能多聊一些。哟，艾丽莎啊，是你啊！我听说喽，那件事啊，真稀奇啊，一点也不像你会做的事。那件事知道吗？就是我之前啊提到的塞雷斯特小姐的事啊。塞雷斯特，我通过教会接到了直接委托，从现在起我来当你的护卫。什么？我可以拒绝吗？拒绝？你说的拒绝是什么意思？你难道有其他护卫了？这东西难道是你的护卫？哟，你就是艾丽莎吧？咱们在这儿见面，简直是百年难遇呀！查完，你没事吧？嘿嘿，没事，我发现把肉酱涂在鼻子上，能一直闻到香味呢。原来就是你这个会说人话的破熊啊！你说谁是破熊？还有，你居然敢说我重要的塞雷斯特是丑八怪！我从没说过他是丑八怪。你跟朋友吐槽他看着不干净，人品卑劣，这不就是在说他又丑又差吗？塞雷斯特，我想和你单独谈谈。啊，我不要，而且我已经拒绝护卫的事了。我刚才就说了，你需要护卫，我觉得我是最合适的。你不满意？不是不满意，只是护卫不一定非要您。我想要不那么吓人，对我亲切些的人。你是想让婚约之外的男人对你亲切？他看着不干净，人品也卑劣，真不知道要怎么才能喜欢上那种人。你明明就讨厌我，现在又说这种话。我没有讨厌你。撒谎！你上次说下次见面随便我怎么处置，怎么现在又反悔了？对不起，我还没准备好。喂，除了艾丽莎，我还在这儿呢，我是不是也该做个自我介绍了？我是艾丽莎的朋友，叫里特，塞雷斯特，你好啊。哎，你是？这个人不就是感恩纪念日后同艾丽莎大人吐槽的人吗？你认识我？之前远远见过一次。哎呦，这氛围难道是我的春天要来了？不可能！说真的，他跟我听说的完全不一样啊，长得挺可爱的，而且胸部也很有料。胸？闭嘴！再乱说，我就捶你！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艾丽莎大人居然会来我们这种贫困贵族家。艾丽莎大人，您做过菜吗？没有。那您握过菜刀吗？我很擅长用刀，之前被绑架监禁时，我用刀切开绳子逃了出来，还有抓住罪人后，也是用刀处理。话题变得这么危险。不过，他作为骑士，每天要面对这么多危险的事情，坚定的信念根本坚持不下来。我之前根本不了解他，只远远看了一眼，就天真的觉得和他结婚会幸福。现在才意识到，他也是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丽莎大人，您的手……其实我对女性态度刻薄是有原因的，就算说了过去的事，也不是为我对你的坏态度找借口。但我还是想告诉你，那时候我才5岁，有2个和我同龄的女孩堵着我，让我立刻决定跟谁做朋友。
我根本没有见过他们，当时特别不知所措。结果我还没说话，他们就面对面骂了起来。最后，一个女孩一拳打在女孩脸上，流了很多血，特别吓人。之后呢？第二天更可怕，我被一个比我大的女孩拉进暗处，她强行吻了我，我哭着挣扎，可她就是不放手。还好当时有个女佣救了我，可那个女孩居然反咬一口，说是艾丽莎强行吻我，我差点就被迫和她订婚了。后来呢？您证明自己是无辜的了吗？最后总算证明了是她强迫我，但我到现在想起来还觉得不舒服。那您的父母有没有安慰您？没有，我母亲只严厉地骂我警惕性太差，让我赶紧学自卫的本事。那第3天还有更不好的事吗？第3天的事最可怕，我因为前2天的事受了伤，被送到祖母家暂住。那天祖母的朋友，一位很有名的侯爵夫人正好在她家，她看起来都70多岁了，像个和善的老奶奶，可她居然想帮我洗澡，半步之朝走过来。艾丽莎大人，您根本没做错什么，该被心疼的是您。我大概特别害怕女性用带有欲望的眼神看我。这次的婚约定得太急，我被过去的阴影影响，根本没好好看清你是什么样的人。那您对克洛戴特小姐？她是兄长安东尼爱过的人，我一直把她当义姐看待。千层面好了没有啊？再等会儿就要糊啦！马上就好了。喂，艾丽莎，你也帮忙了吧？别告诉我你就站在旁边看。就帮着搬了馅料，味道应该不差。沙大人失去了亲人，还带着童年的伤疤，可他还是坦诚地跟你说了这些。他真的是个既坚强又耀眼的人。虽然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我好像看到了一点希望，甚至开始期待以后的日子。别担心，有我在，就算他们用规矩刁难你，我也会帮你抗议。放心，要是情况不对，我有办法。可是突然被大主教召见，会不会因为你的事？还有你的围巾里装了什么啊？保密。那我们进去吧。请进。大主教你知道是谁吧？就是现在说话的这个老头。10点钟方向，那个扭曲的像狸猫一样的家伙，就是佩廷格尔侯爵。根据圣典记载，神会赐予动物说话的能力，要让他们带着祝福来到我们身边。塞雷斯特·霍普金斯小姐，你身边的小熊就是神派来的使者。为了确保你们的安全，我们必须慎重处理，将2位终身保护起来。终身保护？这根本就是软禁的。关于后续的安排，就由梅蒂神父来解释吧。等等，你们不能这么做！你们是想把塞雷斯特软禁致死吧？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们只是觉得你们对国家很重要，要严格保护。哼，别装了，不就是想把他关起来，让他失去自由吗？塞雷斯特可是要和艾丽莎结婚的，他有权利做自己想做的事儿，而且我答应过要帮他，说到做到。就算他结了婚，我们也能把他接到教会保护。你们觉得我会因为这种说法让步吗？我们一直在满足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别不知好歹，霍普金斯小姐。我以前总是躲在自己的壳里，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现在我清楚了，我讨厌没有自由的生活。说得好，塞雷斯特，我会帮你的。不过欺负一个快进棺材的老爷爷，好像有点不太好啊。哎，这个好像不错。这是……哎，艾丽莎，你在不满什么？作为护卫，我们的职责就是在这里等着。作为护卫，理应如此。不过，我还是她的未婚夫。说起来，那姑娘还挺有意思的，看起来不起眼，却带着个精灵。难道她家里有这方面的血统？不是，她就是个普通的伯爵家女儿。我之前去过她家，没发现任何异常。她家玄关挂着全家福，看起来很幸福。画里有她的父母，还有她的弟弟。她还有个弟弟？我第一次听说。我没见过她弟弟，但有一幅褪色的画，她弟弟手里攥着块绣着马的手帕，应该是他很喜欢的东西。这肖像画风格还挺随意的。他们一家人都不会装腔作势，笨拙却善良，所以我绝对不能让他们受到伤害。不过那只熊看起来很冲动，
别出什么大事才好。看看，知道这是什么吗？不知道。梅地神父，你负责的旧平院北区划，是不是借旧平院的名义经营妓院？妓院？哼，你是不是逼着那些投奔旧平院的穷苦女孩卖身，还不给他们钱？之前查完暗示的旧平院北区划的秘密，就是这件事。难怪安要穿男装，他那么聪明，肯定是为了自保才故意扮成男孩。我还以为只是单纯问查完的事，没想到会变成这样。我们能安全从这里出去吗？没什么好隐瞒的，这就是那家妓院的顾客名单。等等，先说说那些喜欢虐待玩法的变态贵族吧。塞尔兹尼克侯爵、科尔曼伯爵、扎纳克伯爵、布拉姆维尔，还有你，佩廷格尔侯爵。你这只该死的熊，在胡说八道什么？您有什么想解释的吗，佩廷格尔侯爵？这是伪造的！你以为这样就能毁了我的名声吗？我要把你和你的主人一起扔进旧平院！真是狗急跳墙啊！你喜欢屁股吧？你这个蠢货，老东西！这查完别说的太过分了。我从没听过旧平院北区划有这种事，他说的这些很可能是编造的谎言。谎言？我有证据。哼，就凭这个本子，这跟幻想小说没两样。是吗？可第二王子对这个很感兴趣哦。你说什么？现在那位王子的直属部队应该已经进入旧平院北区划调查了吧？真是荒唐。难怪最近查完每天都出门，原来是为了把这件事告诉第二王子。我逛遍了贵族的宅邸，早就把你们的派系和权力关系摸透了。操控旧平院北区划妓院的，就是你这个老家伙。之前你为什么特意跟我提北区划的事？你就不怕消息泄露，被佩廷格尔侯爵报复吗？我得让你们知道我有特殊能力啊！而且佩廷格尔那家伙肯定以为自己掌握了这里的调查机构，不会被盯上。对吧？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你这个贪婪、丑陋又肥胖的老东西，该进棺材了！别再说了！查完。到此为止。艾丽莎大人，来得正好。佩廷格尔侯爵奉第二王子之命，现在以操控妓院、迫害平民的罪名逮捕。怎么会？太好了，我和查完都没事，这一切终于结束了吗？这次的审讯会彻底失败了，您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放心，风头总会过去的。说不定这次还是个好机会。之前一直纠结什么时候除掉佩廷格尔侯爵，现在倒省事儿了。佩廷格尔侯爵确实不足为惧，关键是妓院的事。现在肯定没法重开吧？不行，我们一直靠这个从顾客那里获取情报，操控他。现在退缩就是输了，把妓院搬到大教堂地下室，马上重新营业。可是那只熊太麻烦了，万一他又来捣乱，我们的计划会被瞬间搅黄的。那就去找灵能者，不管用什么办法都要找，一定要解决他。佩廷格尔侯爵之前用的棋子，寇勒戴特小姐该怎么处理？马奇子爵的女儿，让她用身体去拉拢艾丽莎，比起塞雷斯特那个普通的政治联姻对象，漂亮的女人肯定更能勾住艾丽莎的心。没想到那只熊居然能做到这种地步，绝不能让那种污秽的畜生为所欲为。明白了。这个戴特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在审判会上，那两个人的样子，关键可能在于塞雷斯特身上。嗨，马奇子爵，您好。梅蒂神父，真巧啊，一直承蒙您照顾小女克洛戴特。您太客气了，其实我正好有件事想跟您说。
是关于克罗戴特小姐的。关于小女？您回去转告克罗戴特小姐，该做的事就别推脱。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您这是在威胁我？哼，您别多讲，只是提醒您，为了您的爵位，听话才是最好的选择。切，竟然使用了比我想象中还要老套的方法。安，你在这里做什么？有话快说。如果我说我有灵能力，你会怎么做？这件事已经传开，你知道那只熊的事也不奇怪。我是从塞雷斯特那里听说了茶丸的事，这条项链就是他给我的。这么说，你们关系很好？算是吧，他是我至今为止最喜欢的人。很可惜，我没什么共情能力。你要是想知道我有什么本事，只要您能帮我摆脱现在的贫困，我就用这能力帮您。您没发现吗？关键人物是塞雷斯特，只有他这个被神祝福的人才能决定规则。精灵的召唤需要很多偶然叠加，比如星象、位置、时间。他得到神的祝福时，手里就拿着这条项链。塞雷斯特、精灵小熊还有天界，就像一根线连在一起，而这条项链就是中间的连接。如果我拿到项链，是不是也能使用那种力量？不行，我都说了。规则由塞雷斯特决定，这条项链是他特意买了送给我的，所以别人拿到也只是普通项链。那对我来说没有用吗？有用，正因为有这条项链在，我才能使用超乎常人的神奇力量。我能让茶丸的能力失效，只要茶丸用不了灵能，我就能独占这份力量，甚至引发更大的奇迹。那我们就约定好了，安，我会保证你以后的生活。从今天起，请叫我坎塔。塞雷斯特，你做的这个包也太好用了，以后出门方便多了。喜欢就好，我先去厨房准备晚饭。茶丸能自由出门，真有点羡慕他。自从教会审问会事件之后，第二王子重新下了命令，艾丽莎大人再忙也一直陪着我，因为我还没完全掌握骑马。我想出门，艾丽莎大人就得陪我，没法做别的事，还是再忍忍吧。艾丽莎大人，我好害怕。这声音是艾丽莎大人和克罗戴特小姐，他们怎么会在这里？我现在真的看不到希望了。和我们家关系好的佩廷格尔侯爵家出了那种事，谁知道我们马奇家会怎么样？艾丽莎，我真的好担心，我快撑不住了。克洛戴特，冷静点。如果马奇死爵没参与违法的事，就不会有问题。可万一他参与了呢？那我是不是就不能像以前一样生活了？如果真的参与了，以前的生活确实回不去了。你真冷酷啊，艾丽莎。不是的，艾丽莎大人只是太正直了，不会说安慰人的空话。她和克罗戴特小姐是异性朋友，这么支持她很容易被人误会。如果你哥哥还活着，你会不管我吗？如果哥哥还活着，他一定会保护你。可他已经死了，他不在了。艾丽莎，我们不是像家人一样吗？你会丢下我吗？够了，我不想再听下去了。你吃完饭了？今天没什么食欲。塞雷斯特，你怎么了？谁让你难过了？我没有。别装了，哭出来吧，塞雷斯特。如果喜欢上他这么痛苦，我当初就不该靠近他。好了，在我面前，你想怎么哭就怎么哭，我陪着你呢。茶丸，我上次哭这么凶，还是格雷格去世的时候。塞雷斯特，塞雷斯特。茶丸一次又一次地呼唤着我的名字，这种温柔的陪伴，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了。你现在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了，还要给住在这里的警卫团成员做饭。习惯就好啦。做饭的时候，我能放空自己，忘记那些不开心的事。真不知道该说你单纯，还是说你缺心眼儿。你就不会生气吗？当然会啊。比如昨天，艾丽莎大人她怎么还在？难道昨天她留在这里了？你这个女人，为什么会在这里？昨天的事情才刚过，今天竟然还想来吃饭，你也太厚脸皮了吧！茶丸，别生气，他是来配合佩廷格尔侯爵案的调查的，
我们正要听取他的说明，只是让他先坐下而已。昨天他明明还很抗拒调查。我妈妈已经去世了，从家里只带出了这条遗物项链。我会全力配合调查，请别丢下我。遗物？你骗人！这种项链怎么可能是遗物？不要！不要！快住手！你这家伙想对小姐做什么？等等，不要打错！你怎么？我已经受够了。自从昨天看到艾丽莎大人和克罗戴特小姐后，一直都是倒霉事。现在就连查文和自塞雷斯特己也被弄得乱七八糟。克罗戴特小姐，什么？您昨晚留宿在我家了吗？你说什么？怎么可能留宿？您不说话就是默认了吧？塞雷斯特他的确来过，但没久留。克罗戴特之后回了附近的旅馆，今天也是刚过来的。请您行行好，我现在只能依靠艾丽莎了，不会给您添麻烦的。父亲，今早是您让克罗戴特小姐进来的吗？我不认识这位小姐，没让她进来。克罗戴特小姐，请您出去。塞雷斯特，你怎么了？没必要赶他走啊。阿迪恩塞尔伯爵，您别插手，我觉得他待在这里很不合适。是我让他进来的，这里不是你的家吗？但我是你的护卫，不能离开这里，你就不能稍微让步吗？那您别做我的护卫了，您可以把他带回自己家留宿啊。我没打算留宿他，只是想找他问些情况。就因为这点事，你吃醋了？吃醋说出来只是2个字而已。喜欢上您之后，全是痛苦的事。我真的很讨厌现在的感觉，连您的脸都不想看。求求你们2个人都出去！塞雷斯特，对不起，我没想让你哭的。我最讨厌您了，您怎么这么坏，丝毫不顾及我的感受。我知道我说的话很过分，可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塞茨侯爵说的对，克罗戴特小姐很有心机。您要是觉得她可爱，你们才是般配的一对。为什么要提塞茨侯爵？他是个很好的人，要是他现在在这里，绝对不会让您把克罗戴特小姐放进家里。不像您，我当初真该选择和把我放在第1位的人订婚。塞雷斯特，对不起。没关系，你是为我生气才那样的吧？可我还是太急躁了。艾丽莎大人他们走了吗？没有，艾丽莎应该在楼下，是你先回房间的。我居然说了那种孩子气的话，真讨厌自己。才没有，你刚才超帅气的，就该那么说，太解气了。其实让艾丽莎当你的护卫也是我的主意。我以为你们每天见面，关系会变好，结果反而吵架了。或许我们根本就不合适，克罗戴特小姐比我更适合她，我不过是个后来者。塞雷斯特，那个，我想去湖边散散心。哦，那是我接受祝福的地方，去那里我就放心了。请你帮我转移艾丽莎大人的注意力好吗？我不想被人看到我出门。交给我吧，我去好好捉弄一下艾丽莎。总之，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吧。啊，真可惜啊！我要是知道你会来，就多在湖边等会儿了。塞茨侯爵，下午好。经常遇到啊。你哭过了？出什么事了？你平时不会轻易情绪化的。没有，只是我刚才像个孩子一样，有点情绪化。肯定是遇到难过的事了吧？说说看，或许我能帮你想想办法。艾丽莎大人现在住在我家，结果克罗戴特小姐突然找上门，我也被卷了进去。她疯了吗？为什么要去你家？她想让艾丽莎大人安慰她，她现在处境好像很困难。分明是把你这个未婚妻当傻子，你当然会生气。可我觉得自己很丢人，连艾丽莎大人都问我，就因为这点事吃醋吗？吃醋怎么了？如果是喜欢的人，换作是他，难道不会吃醋吗？他对我根本没兴趣。那他对克罗戴特呢？我觉得他可能对克罗戴特小姐有好感吧。那他直接和克罗戴特结婚不就行了？明明一开始你们之间根本没有我介入的余地。也许我真的该放弃。塞茨侯爵，塞雷斯特，你果然在这里，我等了你好久。我只想一个人待一会儿，又要被骂了吗？配合我说的话，我们一起来报复阿迪恩塞尔伯爵吧。啊！
塞雷斯特，别一声不吭就走，我是你的护卫，要是你出了什么事，阿迪恩塞尔伯爵，你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塞斯侯爵，请你放开我未婚妻的手。我又不是在勾引她，倒是你，感恩纪念日那天，你公主抱了克洛戴特小姐吧？是我看错了吗？原来报复是这个意思啊！我没有向你解释的打算，我再说一遍，放开塞雷斯特的手，否则我不介意动用武力。你搞错了对象，关于克洛戴特的事情，你应该向你的未婚妻塞雷斯特解释吧。不过你来了这里真是太好了，我正打算邀请塞雷斯特去我家留宿呢。什么？哎呀，你不喜欢吗？那为什么塞雷斯特会躲在这里呢？他说很讨厌克罗戴特不请自来，并且纠缠着作为未婚夫的你，干脆解除和塞雷斯特的婚约吧。你自己不忠，却纠缠着塞雷斯特不放，他太可怜了。多管闲事，把你的手拿开！我告诉你，我对克洛戴特一点异性的好感都没有，反而是你投向塞雷斯特的目光才是不正当的。我只是想安慰塞雷斯特罢了，而且我并不否认他的魅力。我并没打算现在就引诱他发生肉体关系。你如此难看的吃醋，真是……给我适可而止！塞瑟侯爵，谢谢您，您能站在我这边，我很高兴。但是我不能去您家玩，我现在是有婚约的人。确实如此，但是婚约你会重新考虑的吧？等你恢复自由身，随时欢迎你来找我，塞雷斯特。再会。装腔作势的男人。塞雷斯特，你真的很讨厌我吗？我该怎么做才能重新得到你的信任？我不知道。你是想和塞茨侯爵结婚吗？不是的，我只是想找一个温柔的人而已。那别再说解除婚约的话了，这对你不好。可我觉得这样对你更好。其实我根本就配不上你，我们不合适。塞雷斯特，告诉我一件事，你是喜欢塞茨侯爵，还是喜欢我？我对塞茨侯爵并没有喜欢的感觉。但是比起我，你更喜欢他吧？不，虽然他帮了我，但我从未喜欢过他。那，比起塞茨侯爵，你更喜欢我吗？是的。总觉得有点奇怪，他明明问的是比起塞茨侯爵更喜欢他，但是为什么他会如此执着地问呢？被握住的手好热，刚才被塞茨侯爵触碰时并没有这种感觉。艾丽莎大人，你先放开我的手。不要，其实我也……抱歉，刚才看得太入神，没注意脚下。里特先生，您一直都在吗？从一开始就在了，只是看你们聊得投入，没好意思打扰。要是之后再出这种岔子，可就没这么……艾丽莎，你这家伙也太不靠谱了！茶丸，你怎么了？我本来想偷偷捉弄他，结果他差点把橘子塞进我的屁股里。那是因为你对我说了这种不靠谱的话。就算如此，你的眼神也太当真了。你是成天到晚都在想塞雷斯特的屁股吧？茶丸，你说什么呢？好了，他不否认就是默认喽。不管怎样，这事儿总算是解决了。你经常来这里吗？这里对我来说是充满回忆的地方。里特和查文去哪里了？好像是打赌喝酒，正在绕回忆州赛跑。我小时候就经常来这里，特别是遇到难过的事情。那时候弟弟还很健康呢。门厅里挂着的那幅肖像画，我一直都很在意。那时候弟弟还在，他身体一直不好，3年前在他8岁的时候去世了。我理解，看着这样的人受苦是最痛苦的事。有时候会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只有自己停在原地，追不上大家的脚步。我也有过类似的感觉，明明觉得自己长大了，却还是不断犯错。你也会犯错吗？当然会，比如让你哭了那么多次。就算我哭了，对你来说也没什么影响吧？不是的，现在我的世界里只有你，塞雷斯特。艾丽莎，克洛戴特小姐怎么会在这里？这是上天对我的惩罚吗？克洛戴特，有什么事？我回到旅馆后，收到了父亲的信，
又从保护塞雷斯特小姐的骑士那里问来了这个地方。你直接告诉骑士信的内容就好。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明明几小时前才被说吃醋，现在看到他们在一起，还是会不安。妈妈以前说遇到困难就找艾丽莎，可我这样会不会给你添麻烦，还会让塞雷斯特小姐讨厌我？或许我以前的想法太幼稚了，我总觉得我们像一家人一样，互相照顾是应该的。可如果塞雷斯特有像家人一样亲近的男性朋友，我会觉得很不舒服。塞雷斯特小姐应该没有这样的人吧？我们是家人，就该互相帮忙啊！突然说这种话，感觉好伤人。你和我的关系怎样都无所谓，塞雷斯特身边有没有像家人一样的男人也无关紧要。关于你的监护问题，我会和邦迪侯爵夫人商量。以后为什么要推开我？我已经尽量考虑你的处境，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们先回家吧。好，克洛戴特，我们之后再聊。我知道了。我在前面带路，你们跟在后面。不好了，我把马送回去了。请问有人能带我一起走吗？克洛戴特，你说把马送回去了是什么意思？我以为要在这里聊一会儿，让随从先回去了。那你跟李特同乘一匹马吧。不行，我没办法跟不熟悉的男性同乘。他分明是想跟艾丽莎大人一起骑马，跟谁乘不都一样吗？比起那个，我更想赶紧回家。知道了，塞雷斯特，你能不能让克罗戴特乘你的马？艾丽莎，你难道要让塞雷斯特小姐一个人走回家吗？我怎么可能让塞雷斯特走路？塞雷斯特，过来，如果你不介意，我们一起乘。可以吗？只要你愿意。那就麻烦您了。放心点，紧张会传给马的。我不习惯两个人同乘。你怎么软趴趴的，跟没了骨头似的？你摸哪里呢？是你自己没做。看来结果就是这样了。我也要一起，要来。查完，我没同意你同乘。少废话，我要让塞雷斯特抱着我回家。塞雷斯特是被我抱着回去的。不管怎样，能和艾丽莎大人和好，真是太好了。艾丽莎，你和塞雷斯特相处的还不错吧？我在努力。那个孩子啊，当初是我硬请求他才成为你的未婚妻的。如果被他拒绝，你的处境就会变得非常艰难。周末竟然对塞雷斯特，为什么您没有告诉我呢？如果一开始就听您说了，我就不会产生误会了。处境会变得非常艰难是什么意思？佩廷格尔侯爵想让你和克洛戴特结婚，虽然他因为丑闻倒台，但他的计划还没彻底消失。这不可能，克洛戴特是哥哥的恋人，我们怎么可能结婚？人生就像多米诺骨牌，有人随便推一下，你的命运就会立刻倾倒。之前你快被他逼到绝境，还好最后有惊无险。对了，塞雷斯特之前为什么没有婚约对象？那孩子的10几岁全用来照顾家人了。他母亲身体不好，弟弟也总生病，之后就一直待在宅子里，不怎么出门。弟弟？现在想想，我真是对他太残忍了。为了阻止你和克洛戴特结婚，我把自己的任性强加给了他。你说什么？我明明知道他孤独又可怜，却还是忽略了他的感受。您是说塞雷斯特之前一直在忍耐吗？他只是默默接受了一切，从没抱怨过。你之前问他是不是吃醋，可他明明只是在认真对待这段婚约。我居然……你该不会对塞雷斯特态度很差吧？我不否认。你呀，现在大家都叫塞雷斯特被精灵喜爱的圣女，就算不跟你在一起，也有很多人想娶她，说不定连侯爵家都会主动求婚。比如塞茨侯爵。是啊，他妻子去世了，而且他亡妻和塞雷斯特是同一类人。果然如此，原来我对塞雷斯特的感情早就超出了婚约的范畴。其实克罗戴特最近的精神状态不太稳定，他太害怕父亲被逮捕，一直依赖我，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您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克罗戴特的监护人？你其实早就察觉克罗戴特的心意了吧？但就算他是你名义上的意见，过度的同情只会引发更多麻烦。除非你答应我3个条件：不
不反驳我的决定，不跟克罗戴特联系，以后不再关注他的情况。至于这么严格吗？如果你想法太天真，不久你就会抱上你和克罗戴特生下的孩子。我知道了，之前是我考虑不周，现在看来，我的确被男女关系的麻烦缠住了。能意识到这一点，说明你长大了，是因为遇到了特别的人吧？是，谢谢您同意让塞雷斯特做我的未婚妻。艾丽莎，最后我要告诉你一件事，虽然不能透露信息来源，但你一定要注意查完。查完怎么了？有迹象表明，他可能是邪恶的精灵。会不会是谣言？查完只是被一些坏名声的贵族记恨而已。而且他看起来很在乎塞雷斯特，我实在没法把他和邪恶联系起来。正因为他是你未婚妻在意的存在，你才更要警惕。精灵要是处理不当，会变得很可怕。正常的精灵本不应干涉人类生活。可听你描述，那只熊贪图享乐，爱凑热闹，甚至有点恶魔的气质。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执着于塞雷斯特，但塞雷斯特现在内心脆弱，很容易被魔物附身，你必须保护好他。接下来，克洛戴特监护人的事，我得尽快处理。如果他父亲真的被定罪，之后的路只能靠他自己走。不管怎样，必须和克洛戴特当面谈。真是气死我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艾丽莎以前从来不会对我这么冷淡，现在居然去在意那个不起眼的女人。定是因为她是未婚妻，才没办法不管的。不行，我得尽快找她好好谈谈。克罗戴特，有客人。我说了，今天不想见任何人，走。可是对方说有重要的事。克罗戴特，你好。梅蒂神父，下午好，您怎么来了？正好我有件事想找您商量。我也有件事要亲自告诉你，你愿意跟我去一趟大教堂吗？好啊，爸爸，我跟神父出去一趟。路上小心，克罗戴特，对不起。梅蒂神父，我们必须得想个对策，把塞雷斯特和艾丽莎分开才行。拜迪侯爵夫人擅自决定的婚事，根本没必要顾虑，肯定是塞雷斯特耍了什么手段，把艾丽莎迷惑了。只有这种可能性。就像您以前帮我安排在救济院见到塞雷斯特一样，这次也是。梅蒂神父，您打算带我去哪里？克洛戴特小姐，这里是旧平院北区划的外派点，从今天起，这里就是你的家了。您说什么胡话？我为什么要住在这里？你没有拒绝的权利。开什么玩笑！我父亲还没被抓，而且佩丁格尔侯爵已经倒塌，妓院早就没了。妓院会继续开，这是上面的决定。你不会觉得变成现在这样的自己很可怜吗？我什么坏事都没做，遭受这种对待，太不公平了。哦，这话多少有些用词不当吧？毕竟您对有未婚妻的阿迪恩塞尔伯爵毫不犹豫地进行纠缠，这也会深受的伤害。所以这是对我没考虑塞雷斯特感受的惩罚吗？不是，你只是单纯的讨人厌，和你现在在这里并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在这里工作的大多数女性心灵都比你要纯洁得多，你应该改变一下自己的想法。你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你的人生非常普通。我不要住在这里，放我回去！圣女大人、查完大人，多亏了您二位，我们的生意才这么好。哎，这是一点心意，请您收下。谢谢啦。现在到处都是关于你的话题，报纸上全是你的新闻，简直是查完热啊！那当然，以我的魅力和能力，这都是应该的。的确多亏了查完，我们家的情况也好转了不少。那当然，所以塞雷斯特，我想要那个。知道啦，是那个吗？塞雷斯特，快一点，快给我分一分。知道了，知道了。这次我换了种知识，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不管是什么都好吃。不过你这种敢于尝试、不断进步的精神太厉害了。哦，对了，塞雷斯特，半个月后要不要去米尔纳的港艇？米尔纳？那里的房子像黄、红、浅蓝色的糖果盒一样可爱，还有船长得像尖头鞋子，特别神奇。听起来真不错，以前还和格雷格说，总有一天要一起去呢。而且去那里的费用，对方全包全部啊？是啊，不过条件是要参加他们的活动，
比如游行和大人物吃饭。等等，茶丸，你是认真的吗？当然是认真的，我都已经接下邀请了，对方还说希望奇迹圣女也一起参加游行呢。可我不是什么奇迹圣女啊，而且参加游行什么的。你不喜欢吗，塞雷斯特？你不想去米尔纳吗？我想去米尔纳，只是不喜欢游行。你可爱又受欢迎，可我……那有什么关系？我就是想和塞雷斯特一起游行啊！对了，我找艾丽莎大人商量一下，再慢慢考虑，好不好？为什么要找他？你不是说讨厌他吗？我没有讨厌他，有时候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不一样。那你刚才说想去米尔纳也是骗我的，塞雷斯特，你撒谎！我讨厌艾丽莎，她最近总是用奇怪的眼神一直盯着我，像监视犯人一样。不会的，她只是担心你而已。你什么都不懂，她看我的眼神就像看间谍。可能是因为你总调皮捣蛋，所以错的是我吗？你要帮艾丽莎说话。茶丸，你这个笨蛋塞雷斯特，我不管了。只是犹豫要不要参加游行，却让他这么生气。不喜欢参加游行，就说不喜欢，你没做错什么。可我这样是不是太任性了？如果是我，就算被人用剑指着，也不会做我不喜欢的事。但如果是重要的人拜托呢？就算他哭着求你，你也不答应吗？如果是被你哭着求，那我大概就没办法了。您是说，如果我认真拜托您，您会考虑？如果说有谁能让我改变想法的，只有你。对了，千层面还剩着，要不要一起吃？我想吃点别的。艾丽莎大人，开玩笑的，看起来很好吃，我们把它趁热吃掉吧。对了，艾丽莎大人，茶丸说您最近在监视他，您知道为什么吗？我不想骗你，有传言说茶丸是邪恶的精灵，所以我才盯着他。邪恶的精灵？是谁说的？不清楚，是通过邦迪侯爵夫人传过来的消息。肯定是误会，茶丸不会做坏事的。或许他是被人类社会的恶意影响了吧？他本来是你忠实的朋友，最近确实有点太任性了。不是的，不忠实的是我。茶丸一直站在我这边，可我却……别哭了，塞雷斯特，是我不好。搞什么？那是我的千层面啊！和茶丸吵架已经过去好几天了，还是没和好。要想回到以前的样子，大概得靠我主动吧。我知道茶丸不仅仅是在闹别扭，而是期待我给他一个积极的回答。想去米尔纳，想一起参加游行，只要说一句话就行了。但我还是讨厌游行啊，到底该怎么办？我出门了。今天的报纸企划活动，你要展示你的灵能力吗？我要是能去就好了。你在家照顾父亲，查完的事情我会帮你看着的，不用担心。加油哦！我期待着阅读你的报道。茶丸，茶丸，你紧张了吗？没关系，查完的话一定能做得很好。塞雷斯特，之前非要勉强你参加米纳尔的游行，是我不好，我不该总任性。我决定了，我要去参加游行，和你一起去。我决定了，我要去参加游行，和你一起去。塞雷斯特，我最喜欢你了。我也是。既然如此，我就去大显身手了，很快就回来。路上小心。这样应该就好了。查完看起来很开心，如果以后我也能享受被注视的感觉就好了。今天请多指教啦！快看，真正的茶丸啊！那毛茸茸的毛发简直是神明给予的祝福呢，真可爱。后面的喷泉没在动吧？处于故障中。受到神明祝福的小熊精灵吗？
看来在大众中拥有相当高的人气。喂，茶丸，不要操纵纯洁的赛雷斯特。啊，你嫉妒吗？哼哼，你能继续做赛雷斯特的未婚夫，也是多亏了我。如果我的真面目暴露了，你会怎么样呢？但如果需要，会。好久不见，阿迪恩塞尔伯爵，竟然在这种地方参观茶丸的表演，你很闲吗？托您的福，我很忙。不过，你做的那些事真是好手段呢。关于救济院，你坚持说不知情；关于妓院，连佩廷格尔侯爵也否认了你的参与。多亏了您，我才能像这样自由地活着，我感激不尽。既然第二王子还没有决定如何处置你，我没什么好说。所以，今天你来这里干什么？和你一样，我是来照顾孩子的。什么？女士们、先生们，让各位久等了！世纪性的表演终于开始了，今天居然要进行零能力对决啊！听说茶丸的能力是假的？喂，这种事我可没听说。连会场的所有观众也没有被告知，这是一个惊喜。来，让他登场吧！现在超人气的零能力者坎塔。那个是救济院的安吗？回答正确，但他已经舍弃了那个名字。喂，你那个光看一眼就明白，果然厉害啊！我只是稍微借用一下你的力量罢了。所以你打算怎么办？夹着尾巴逃跑的话，现在还来得及哦。啊！你以为我是谁？我会把你揍得稀巴烂！哼，茶丸，像你这种货色，怎么可能打得过从社会底层摸爬滚打上来的我呢？怎么会？原来坏掉的喷泉突然喷出清水，这是神迹呀！坎塔君的零能力让喷泉又重新恢复了生机，我们中真正的实力派零能力者，坎塔绝非虚名。看来就连茶丸也感到惊讶。茶丸，怎么了？你好像在发抖呢，真奇怪。明明能到湖边，难道是水淹过头顶？对你来说太勉强了吗？哼，竟然使用卑鄙的手段，你得意忘形！得意忘形的是你吧？你最好考虑一下输掉这场比赛的后果。来吧，来吧，气氛热烈起来了。从现在开始，让我们进行一场透视能力的比赛吧。从刚才开始，茶丸的样子就很奇怪。不去帮助茶丸吗？现在我的职责是监视茶丸。监视啊？比起这个，你做这种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竟然在喷泉上动了那种手脚，你应该知道在零能力方面，你赢不了茶丸吧？阿迪恩塞尔伯爵，您知道区分好精灵和坏精灵的方法吗？什么？你不是也感到疑惑吗？关于茶丸的真面目和他的本性。这个也猜中了，哈哈。自古以来，和恶魔做交易的人类络绎不绝，即使知道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那是因为恶魔巧妙地将自己展现得很有魅力。茶丸就是恶魔的同类。别开玩笑了，你这骗子熊，会说话的怪物，看台鬼，快向坎塔大人道歉！吵死了！各位，你们应该明白了吧？他只是一个会说人话的骗子熊。发现他的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侯爵夫人，她也是为塞雷斯特·霍普金斯小姐牵线婚事的人物。而这一切都是他和这只熊所策划的，一切都是侯爵夫人收集了顾客的个人情报，然后把情报泄露给这只熊进行诈骗。赫赫有名的侯爵夫人，她在说什么蠢话？我和大家都是一样的平民，但是能力不会说谎。我发誓，我会将这份特别的力量只用在拯救人类的事业上。这到底是什么闹剧？你是个聪明人，但是大众并没有你这么聪明，只要花钱雇几个人煽动一下，就会轻易顺从。坎塔大人，坎塔大人，坎塔大人！坎塔大人简直就像救世主一样！把茶丸赶出去！真是卑鄙。总之，比赛结束了。我建议你再观察一下，茶丸对我还有用处。你也是顾及到塞雷斯特，所以才没能采取行动吗？你以为我会和你合作吗？我不是你的同谋，但也不是你的敌人。你的工作是监视，我的目的
应该是一致的。但我并不喜欢你的做法。茶碗我得带走。表演到此结束，我们也离开这里吧。笔记本在哪里？这里是救济院的旧址，只留下了正门，里面正在进行拆除，是非常适合用来谈话的地方。快把笔记本交出来！不说的话，再泼你一桶怎么样？笔记本，我今天没有带过来。在哪里？我藏起来了，在安全的地方。真是麻烦，快点告诉我地址！住手！你在干什么？茶丸，你没事吧？他们对你做了什么？艾丽莎，这条手帕，是塞雷斯特弟弟格雷格的。难道茶丸是阿迪恩塞尔伯爵？别自找苦吃！真是小看了你这三流货色！退下，否则我杀了你！让他走。可是你赢不了阿迪恩塞尔伯爵，况且眼下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们后会有期，请代我向塞雷斯特致以诚挚的问候。塞雷斯特，我想见塞雷斯特。茶丸，振作一点。茶丸，茶丸，太好了，你醒过来了。塞雷斯特，这是哪里？是霍普金斯的宅邸。你从救济院回来的路上晕倒了，是我把你带回来的。原来是这样。茶丸，你没事吧？塞雷斯特，我好冷啊，抱抱我好不好嘛？茶丸，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茶丸，是我的错，我错了。茶丸，坚持住，不要死！笨蛋，我不是答应过你会永远在你身边吗？我才不会死。茶丸的身体稍微暖和了一点。我也一起钻进被窝吧。虽然是间接的，但被艾丽莎抱在怀里。别抱怨了，茶丸。真温暖啊，塞雷斯特，我最喜欢你了。我也是，世界上我最喜欢你了。太棒了，世界上最……塞雷斯特是个好人，很温暖又很温柔。但是塞雷斯特爱哭，如果我不在了，肯定会一直哭吧。所以我……茶丸，没关系，他只是睡着了。艾丽莎大人，你会帮我一起保护茶丸吗？他是你所爱的人，我发誓会保护好他，我会一直在你身边。茶丸，感觉怎么样？哪里有痛的地方吗？茶丸，早上好，塞雷斯特。艾丽莎大人。对了，昨天是我拜托他一起睡的。早上好，艾丽莎大人。喂，艾丽莎，抚摸我的时候看着我。你看起来不错，已经完全恢复精神了。真是太好了。塞雷斯特，昨晚在意识到自己可能会死的时候，我发现我忽略了很重要的事情。我喜欢的是塞雷斯特笑起来的脸，可是最近我却尽是做一些让你笑不出来的事儿。对不起。我也对不起。茶丸陪伴在我身边的这件事已经被我视为理所当然了。喂，不许亲塞雷斯特！哎呀，又吃醋了。既然如此，我也要亲艾丽莎一口。玩了一通，肚子饿了。你下楼吃点喜欢吃的东西吧。其实我也有话想说。这次的事情，如果我更早采取行动，就能够避免。我应该更相信你。别这么说，艾丽莎大人不是救了茶丸吗？不，我曾经怀疑茶丸。实际上，我的疑虑消除是在那个……艾丽莎大人。不，没什么，茶丸能获救，真是太好了。你的眼泪我已经看够了。那个，艾丽莎大人靠得太近了。因为我想好好看看塞雷斯特的脸。为什么？因为我想看着你的脸，认真的说，塞雷斯特，我喜欢你。等等，我是第一次。没关系，我也和你一样紧张。塞雷斯特，再亲一次好不好？你们两个吃饭啦！得救了，
这样下去，我会因为心跳加速而死掉的。日子流逝，寒风开始吹拂。前几天茶丸和灵能力者砍塔的比赛登上了报纸的头版，在王都各地发行。之前热卖的茶丸周边被直接扔进了垃圾箱，大众的热情骤然冷却。塞雷斯特真的要去吗？当然啦，今天是每年一度的朝圣日，得去买点好吃的。但是我去的话可能会被扔石头。茶丸没关系，不用在意这种事。这么乖巧的茶丸，感觉有点诡异呢。现在连家也变回了破旧的样子，难得因为茶丸热，家里财源不断的。你的体型这么小，又不是住不下。你这家伙想干什么？你从刚才说话就尖酸刻薄，性格真差。你不是一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吗？既然你那么想戏弄我，我也有我的办法。早上你亲塞雷斯特的时候，被我看到喽。你在到处亲，想亲就亲啊！你到底想亲多少次？你是想把塞雷斯特亲到窒息而死吗？更有甚者，塞雷斯特都说了不行，你还……塞雷斯特那是再多亲一点的意思。你疯了吧？总之，我会保护你的，放心吧。走了。保护我？难道你喜欢我吗？倒是不讨厌。塞雷斯特，别让这家伙把他的礼服扣子解开3个以上，那几乎都要看到胸部了。呀，艾丽莎，我戴这条围巾合适吗？我可爱吗 ？Yes， 请全部用 yes 来回答。你真是可爱的让人牙痒痒，我非常喜欢你。那么，想和我亲吻吗 ？Yes， 说 yes。感觉你好像不太情愿啊。什么时候亲我？也许茶丸心里其实非常喜欢艾丽莎大人。为什么塞雷斯特没有穿骑马装？那件衣服已经不能再让其他男人看到了。啊，所以说晚上连马也不骑，艾丽莎却让塞雷斯特穿着那个。话说，从刚才开始，你们在聊什么呢？哇，好厉害！我拿给你，可以吗？哎，你们不好意思，请给我一个这种糖果。卖东西给骗子熊，简直是商人的耻辱！赶紧滚回去！这就是茶丸担心的事情。茶丸不是骗子。在广场上，他和灵能力者的对决，我可是看到。他只是不擅长水，所以才那样的。那种话谁都能说出来吗？赶紧滚，别出来骗人！好不甘心。茶丸没有给任何人添麻烦，只是想买点东西，他没有错。当他被看作是可以随意欺负的弱者时，被人轻易的践踏，我必须保护茶丸。请收回你说的关于茶丸的坏话。吵死了！我告你妨碍营业。塞雷斯特，算了，我们走吧。你平时的干劲儿去哪儿？艾丽莎！喂，医师大人有什么事吗？为什么要把茶丸视为眼中钉？因为那家伙是骗子，而且我女儿以前是他的粉丝，但是这件事太让人恶心了，所以我把所有周边都扔了。多少钱？啥？浪费掉的钱我来付。看看这只小熊，这么小的一只熊，你觉得它像是世纪大恶人？它只是个孩子呀。况且今天是朝圣日，在女儿面前最好不要乱说话。既然是这样，那好吧。谢谢你，艾丽莎大人。不，是我来晚了。我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这种心情呢？艾丽莎大人，我喜欢你，最喜欢你了。艾丽莎大人，你偶尔会说出让人不协调的话。塞雷斯特，明天就见。明天？总之，今天先把朝圣日需要的东西准备好。关于茶丸的事情，即使发生什么，都交给我吧。好，明天结婚，开玩笑的吧？您点的东西就这些了吗？是的，谢谢。艾丽莎大人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她明明很理性，讨厌做无谓的事情，却挺身而出保护了我和茶丸。和艾丽莎大人在一起，我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某种特别的存在。阿迪恩塞尔伯爵，其实是你也不例外啊。美帝，你是在跟踪我和塞雷斯特吗？
怎么会？只是拜托了附近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如果有什么异常情况，就向我报告。刚才在点心店发生的骚乱，是你让他们联系你的吗？这可真是个好听的贿赂啊！塞雷斯特的气质似乎有了些改变，我个人更喜欢你以前那种战战兢兢的样子。不过，这也不是应该在阿迪恩塞尔伯爵面前说的事情。既然你知道，就别说了。你不是来单纯取笑我的吧？到底有什么事？有一封写给您的，来自克洛戴特马奇子爵小姐的信。克洛戴特胡编那件事之后，他一直没有任何消息，为什么会是现在？他现在在妓院工作。胡闹！其子爵怎么可能会允许这种事？很遗憾，他的父亲保持沉默。你该不会认为这一系列事情只是佩丁格尔侯爵一个人策划的吧？在他之上还有真正的幕后黑手。那位大人给马奇子爵小姐下达了让你堕落的任务，结果他失败了。怎么会？仅仅因为这个就被送进妓院吗？但是如果克罗戴特小姐是想返回来利用那个任务呢？黑手是大主教吗？但是万一全都是克罗戴特小姐说的谎呢？他会说这样的谎言吗？以前她也为了吸引你的注意演过戏吧？毕竟那位小姐在感恩纪念日那天摔倒了，不是吗？赛瑟侯爵偶然看到了当时那一幕，克罗戴特小姐假装弄伤自己的惯用手，是为了之后能向你撒娇。赛瑟侯爵说的。但是如果克罗戴特真的在妓院，我必须去帮他。克罗戴特是我哥哥所爱的人啊。说的也是。我刚才说这些真是太奇怪了。塞雷斯特，我明白，艾丽莎大人，请你去帮助克洛戴特小姐吧。我和茶丸会找一辆出租马车回去。塞雷斯特，来吧，阿丁艾塞尔伯爵，拿信。如果对克洛戴特没有感情，你就不应该干涉他的以后。就像伯母说的那样，这样做一定是正确的。我的确担心克罗戴特，但是其实帮助了他，事情就能解决吗？如果再像以前那样和塞雷斯特之间产生裂痕，这一次难道不会失去塞雷斯特吗？如果克洛戴特从现在的妓院搬走了，你就再也无法联系到他了。此刻能帮助他的只有你。来，拿信吧。阿迪恩塞尔伯爵，你在犹豫什么？刚才塞雷斯特说的塞茨侯爵的话，塞茨侯爵和克洛戴特应该不是熟人。为什么塞茨侯爵会知道克洛戴特的惯用手？原来如此，阿迪恩塞尔伯爵，真是的，过于聪明也是个问题。但是这样一来，倒是变得有趣了。你不说艾丽莎别走也没关系吗？没关系。如果艾丽莎大人去帮助克洛戴特小姐，她就不会再回到我身边了。你冷静点，塞雷斯特，你是在拿克洛戴特和自己比较吧？艾丽莎不是那种冷酷无情的人。明白，我正是因为艾丽莎大人是个温柔的人，我才这么想啊。你在这里啊？塞茨侯爵，塞雷斯特，愿意和我一起走吗？塞雷斯特和茶丸到底在哪里？那是茶丸的笔记本，这上面应该写着和妓院有关联的贵族的名字：赫尔曼伯爵、扎纳克伯爵、布拉姆维尔、佩廷格尔侯爵。维尔，原来是这样。果然，所有的幕后黑手是塞茨侯爵，是你吗？如果真正的幕后黑手是塞茨侯爵，所有的线索都能说得通了。而且这个笔记本，茶丸以前拼命保护他，现在却像这样被丢弃，明显很奇怪。是被塞茨侯爵找到了吗？他是个狡猾的男人，他的宅邸离这里很远，很难想象他会冒着这种风险。大教堂也不是，他应该会选择一个更没有人气的地方。那么剩下的可能性是……放我下来啊！你这该死的混蛋，竟然又把我带到这种地方来！这里是旧妓院旧址，为什么会来这种地方？说起来，因为这个别扭的姿势，从刚才开始肚子就疼。斯特，你怎么了？放松一点，把身体靠在我身上吧。塞瑟侯爵，我还是回去吧。你这个坏蛋，艾丽莎肯定会抓到你这个家伙的。
真是说了句有趣的话呢。不过被绑在马身上的是你吧？该死的混蛋！艾丽莎一定会发现的，现在必须拖延时间。呸！你这白痴笨蛋，花花公子！啊，你传闻中还有毒蛇呀？请等一下，查完他。塞雷斯特，肚子好难受。啊，真是一幅美景，太棒了，塞雷斯特！喂，住手！塞茨侯爵，你想干什么？你没有穿那件骑马装呢。那个是艾丽莎大人说不让给别人看。哈哈哈，原来如此，他品味不差嘛。放开我！你这混蛋，离塞雷斯特远一点！哈哈哈，和我想象中一样，最棒的踩踏感。对，我就是想看你这个表情。从与你相遇的那天起，我一直想这样做。为什么？别怕，塞雷斯特，我爱你，不会对你做什么坏事，因为你要和我结婚。谁来救救我？艾丽莎大人！喂，艾丽莎！塞茨侯爵，把你的脏脚拿开！真让人惊讶，我以为你会去帮助克罗戴特，很遗憾，他已经是我的了。如果你不愿意试试看，用强硬手段把他抢走如何？假设你能做到的话。你这混蛋，有我和艾丽莎在，休想得逞！哎呀，你们两个变得相当要好了呢。但是茶丸，你终究是冒牌的邪恶精灵，就算被你恐吓，我也不会害怕。就敢小看我！已经和梅蒂神父在一起。果然，所有的幕后黑手是塞茨侯爵你啊！幕后黑手什么意思啊？别装了，茶丸的笔记本上写着你的中间名布拉姆维尔。你做的够巧妙了，假装和佩汀格尔侯爵对立，实际上在背后操纵他，利用邦迪侯爵夫人中立的立场，散播茶丸是邪恶精灵的谣言。恐怕连大主教都是你的棋子吧？为了满足你扭曲的欲望，你接近克洛戴特，试图排除掉碍事的我，而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得到塞雷斯特。像你这种变态，把塞雷斯特的屁股交给你，塞雷斯特是我的。都给我杀！杀了那些家伙！乔安，那些部下交给我来对付，保护好塞雷斯特。在我身上，没有什么厉害武器可以杀，就是这个，死不止了！好久，我要把这个塞进你的屁股里！这混蛋！你招人厌的熊，我要刺穿你！不行，住手！查完，消失吧！那个是艾丽莎大人的马。塞雷斯特，没事吧？我没事，只是吓了一跳。艾丽莎大人的马突然跑过来，以防万一，我把马停在了附近。刚才是我把他叫来的。我在艾丽莎大人身边的时候会感到很幸福，所以刚才听到克罗戴特小姐的事情时，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我还是不希望您去。对不起，我以为那时候就是永别了。塞雷斯特，我最爱的人，只有你。也许是害怕忘记哥哥的事情吧，像被刀割伤一样的痛苦，也许在时间的流逝中变成回忆。我总觉得那样有点薄情。好好对待克罗戴特，让我感觉像是在对哥哥尽孝。对不起，我已经决定不再让你哭泣，所以请相信我，我不会再丢下你去任何地方。我发誓。可恶，招人厌的小畜生！等我从这里逃出去，一定要连同你和阿迪恩塞伯爵一起解决掉。喂，你打算往哪里去呢？小老鼠，你要去的地方是
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哟。立功的小熊精灵凭借奇迹的力量将恶党一网打尽。当初那样抨击他，现在又变卦了。那些民众真是愚蠢至极呀！塞雷斯特没有受伤，万幸的。不过你之前把事闹得沸沸扬扬，竟然在被捕前逃往国外，简直是有辱你的大恶人之名啊，梅蒂神父。以前觉得被抓也算是一件趣事，但是这种事见好就收才是关键。我可不会犯赛斯侯爵那种愚蠢的错误。比起那个，坎塔，你真的觉得跟着我是正确的吗？有灵能力，即使不逃亡，有茶丸和塞雷斯特在的国家，我很难混下去。毕竟我可不会从穷人手里骗取钱财。在邻国，我能做得更好。寻找另一种顾客是你的拿手好戏吧？是啊，总之，你和我是对等的合作伙伴，让我们长久和睦相处吧。塞雷斯特，吃饭了吗？才把千层面放进烤箱，还要再等一会儿。哦，真是期待呀！只有千层面最棒，稍等晚拍千层面。到现在为止，谢谢你，茶丸。没关系，已经不用再模仿格雷格喽。而且，喏，手是反的。但是我是照着画上的样子学的呀。你是看着这幅画练习的吧？画上的左右是相反的哦。哦，原来如此啊！茶丸，我还记得你活着时候的事情。我们在那个湖边见过面吧？塞雷斯特，对不起啊，妈妈又发烧了。明明今天早上精神还很好，也很有食欲呢。我和格雷格会看着她的，你去休息吧。塞雷斯特，对不起，难得你做的那么好的千层面。怎么办？如果妈妈的病一直不好转，她会不会死？小熊不可以吃，你不应该吃人类的食物。仔细一看，这只小熊好瘦啊，是不是和妈妈走散了呢？即使父母不在了，它也在努力的活着呢。小熊，我们家虽然很穷，但是假设有一天我有了养活自己的能力，我会做很多食物给你吃。这样的话，小熊，你愿意到我们家来吗？你就是当时吃了我的千层面的那只小熊吧？多亏了塞雷斯特，之后我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在一次喝水的时候，我不小心溺水了。虽然很痛苦，但是被光芒包围后，我就不再害怕了。只要去到那光芒的尽头，我一定能再次见到那个温柔的女孩。并且，如果能实现那个孩子的愿望，我就又能吃到那美味的饭菜。回过神来，我已经变成了风，在各种地方飞来飞去。人类的语言也是在那个时候学会的啊！当然，我也马上寻找塞雷斯特了。在他努力照顾格雷格的时候，姐姐，我们什么时候去米尔纳吧？在格雷格死后，我也一直待在他身边看着他。我以为如果我能变得像格雷格一样，塞雷斯特就会高兴。但是我果然还是代替不了格雷格。是的，谁都代替不了格雷格，但是呢，谁也代替不了茶丸。谢谢你一直待在我的身边，成为了我的朋友。我们会一直在一起哦。不好了，不好了，艾丽莎！艾丽莎变小了，艾丽莎不知不觉就变成了这样。话说回来，观众们肯定也疑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要说明的话，需要把时间倒回到2个月前。塞雷斯特，真的很抱歉，这个周末你能否见见我的母亲？当然，我也一直很想见到她。她去了南部的别墅区，我本以为她10年内都不会回来了，事情很突然，真的抱歉。不要一直道歉呀。艾丽莎大人和您的母亲关系不好吗？不知道，母亲说她讨厌我的脸。您的脸吗？我觉得非常帅气哦。
然后呢？为什么艾丽莎妈妈会讨厌儿子的脸呢？艾丽莎说她被你这个做母亲的狠心对待了。你去了南部的别墅区之后就音信全无，还说10年内不会回来。10年之内不会回来这种话，我可没说过。我只是说了10年内不想看到你的脸。根本是一回事。艾丽莎，看到你的脸，我就会想起我逝去的丈夫和长子。我选择离开这里，有什么错吗？所以说，和打算10年内不回来是一样的意思吧？不一样。但是阿迪恩塞尔夫人的心情我也能理解。我弟弟去世的时候，我也长期沉浸在悲伤中。正因如此，她是一位非常棒的女性，她想出了重新振作的方法，并付出了实践。这是我没能做到的事情。如果可以的话，我们2个人能单独聊一会儿吗？和我吗？不必了。母亲是个理想很高，并且固执己见的人，就像当初克洛戴特那样，你可能因他说的一些无情的话而受伤。艾丽莎，你真是气死我了！我怎么可能对塞雷斯特小姐做出和对克洛戴特一样的事情？我不喜欢那个表里不一的女人，还有那张脸。讨厌她的脸，这种高高在上的婆婆作风会被人讨厌的哦。闭嘴，你这笨儿子！我也讨厌你的脸。是吗？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呢。等等，别吵架了，看看我可爱的屁股，冷静一下吧。别把屁股冲着我的脸。艾丽莎妈妈也别吵了，塞雷斯特看见你们，他会像自己的事情一样感到心痛。艾丽莎妈妈，我知道你是个正直的人，这一年特别难熬吧？但是有我们在，你不用再一个人承受喽。你为什么能明白我的心意？那当然，因为你是生下艾丽莎的人啊。虽然笨拙，但比任何人都正直和真诚。你们简直一模一样。对不起，我已经到极限了。我本来想追随丈夫和长子的脚步，可是一想到艾丽莎，我就做不到。但每次见到艾丽莎悲伤的脸，我的心痛得像被挖开一样。母亲大人，但是已经没关系了。现在我又有了新的家人，还有艾丽莎也。谢谢你一直等待着我。对了，塞雷斯特小姐，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可以吗？这个是……我在南部买了几件稀有的连衣裙回来，这件设计的特别大胆，但我觉得你一定很适合。换个发型应该也会很适合她哦，对不对，艾丽莎？果然是有其母必有其子啊，母亲大人。这算什么握手啊？塞雷斯特，要不要搬到我们家来住？哎，这样紧张的会面，竟然以搬家的话题结束了。茶丸，你没事吧？是灰尘吗？不，我对豚草过敏。塞雷斯特，行李收拾的怎么样？刚才那个箱子就是全部了吗？是的，还麻烦您派了马车，太感谢您了。佛爵大人也同意搬家，太好了。彼此的家人变少时，会使得宽敞的宅邸很寂寞。现在能和大家住在一起，真是件好事。但在我逐渐习惯新生活之后，事件发生了。不好，艾丽莎变小了。我不和塞雷斯特结婚，我讨厌塞雷斯特这种人。你是谁？为什么在这里？对不起，我是王宫图书馆负责清扫的佣人塔拉。艾丽莎大人不肯离开我。这个小不点儿真的是我儿子吗？艾丽莎从小时候起就讨厌女性。卡拉小姐是你喜欢的类型吗？说起来，刚订婚时，艾丽莎大人是讨厌我的，也从没对我说过喜欢的类型。不行，因为豚草过敏，我现在的状态不好，根本想不明白。哎，衣服怎么这么紧？从王宫来的路上，匆忙在裁缝店买的衣服。要不要解开上面一颗扣子？对不起，如果不喜欢我帮忙的话，就保持现状吧。你不会强行碰我吗？当然，你不喜欢的事情我不会做。突然发生这种奇怪的事情，你一定吓坏了吧？我和茶丸还有大家都在，已经没关系了啊。感觉这小子瞬间就变得服帖了呢。这小鬼虽然是我的孩子，但真是个现实的家伙。然后呢？为什么艾丽莎会变小？
王宫图书馆的北侧是仓库区域，最近有卫兵报告里面闹鬼，所以我们去那里调查了。闹鬼？听说仓库里的物品中混入了诅咒物品，于是艾丽莎和我去查看。我们在那里找到了装有古灵镜子的木箱。艾丽莎拿起镜子，就在她往里不时来，艾丽莎就变成小孩子了。卡拉小姐是王宫图书馆的清扫负责人，当时她在现场，变成小孩子的艾丽莎不肯离开她，所以我就带着她过来了。负责调查神秘事件的是王宫天文官吧？那么那个木箱怎么样了？我们连同木箱一起运送到王宫天文官那里，但是看镜子我带来喽。你那东西……糟了，是魔女的镜子，也施加了诅咒。但我现在状态不好，得不到更多讯息。其实镜子我也照过了，但是变身的只有艾丽莎。说起来，那个木箱里好像有草的味道。但是为什么只有艾丽莎大人被诅咒了呢？也许和艾丽莎的脸有关吧。艾丽莎和仙王年轻的时候长得很像，仙王是我父亲的堂兄，血缘较远，但还是有关系的。仙王，当今国王逝世的父亲，面相一致吗？这个诅咒会对映在镜子里的人起作用，因为他的脸和仙王非常相似，所以被判断为同一人物，施加诅咒了吧？这个情况感觉事情变得更严重了。好，既然和仙王有关，我们就去王宫打听消息。找谁打探消息？当然是我的朋友第二王子。准备妥当了吗？艾丽莎变小的事只能告诉第二王子一个人，一定要对周围的人保密。我们家重要的塞雷斯特小姐可不能被什么不三不四的人抢走。不好意思，已经被我暴露了。你说什么？我当时非常惊讶，大喊大叫着在王宫里跑来跑去。对不起，过去的事儿就算了，先上马车吧。会不会出现对塞雷斯特纠缠不休的家伙？这个嘛，倒是有一个好色的叫布林格的家伙。哦，我总觉得以前好像见过这只狗。他就是在湖边赛跑中击败了你的神秘狗。你先把这个送去给第二王子。我们该出发了。海拉姆天文官，您对这个木箱这么感兴趣吗？您在读什么？您要去哪儿啊？我接下来几天会消失在我的隐居地，好好阅读魔女扎迪·希斯尔的日记。哈哈哈哈！艾丽莎，你真的变成小不点了？哎呀，这样下去根本就没法执行护卫任务。等等，你是塞雷斯特小姐？是的。之前在你的宅邸见过，我觉得你很可爱，要不要做我女朋友？不要。喂，霍林格，适可而止。哎呀，抱歉了，你找将来会成为我们儿媳的塞雷斯特小姐，有什么事儿吗？拉迪恩塞尔夫人，您很强呢。啊，我没说吧？等我一下，我以前可是女骑士。现在开始，保护塞雷斯特小姐的任务就交给我。好的。抱歉了，我还有工作要做，先行一步啦。王子殿下，感谢您拨冗，允许我们觐见。我事先寄了一封信，您收到了吗？多亏了你，我这边也调查了很多。魔女扎迪希斯尔捣乱是大约40年前的事了吧？我记得是圣女哈林打败了魔女。40年前竟然有真的圣女存在。我叫来了圣女哈林的姐姐。大家好，我叫温米亚，是专为流离失所的孩子提供学习环境的圣伊丽莎学院的院长。哟，小姑娘。啊，对不起，这孩子很爱撒娇，所以一直跟着我到了这里。这样啊，真可爱。叫什么名字？真意外啊，竟然会有查完被孩子无视的情况。温米亚院长，请您告诉我们一些关于魔女扎迪的事情。好的，我和她从小就认识了。我、妹妹和魔女扎迪都出生在夏京，小时候我们经常一起玩耍。扎迪身上有股神秘感，她曾预言1周后会有暴风雨来临。从那时起，她似乎就拥有了不可思议的力量。你妹妹哈林神秘吗？我妹妹和扎迪同岁，他们两个在夏町非常有名。可惜扎迪6岁的时候双亲去世，搬去了住在远方的婶婶家。从那之后，他们将近10年没有见过面。那你妹妹是怎样成为圣女的？妹妹她拥有治愈的力量，
他曾经用那份力量治好了一个富有的商人，虽然算不上奇迹，但他的功绩在大教堂受到赞扬。妹妹16岁的时候被任命为圣女。妹妹成为圣女之后，你和魔女扎迪再见过面吗？见过。扎迪的监护人和王宫雇佣的猎人结婚了，他们住在王宫管辖下的小屋里，扎迪也和他们同住。另一方面，成为圣女的我的妹妹住在了大教堂，我也以妹妹侍从的身份一起行动。在圣女的职责中，有一个叫做泉水礼拜的仪式，而那个泉水就在扎迪居住的小屋附近。10年后，我们在那里再度重逢。扎迪和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吗？有的。从我面前消失。成年后她依然很漂亮，但给人的感觉有点可怕。我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扎迪还朝我扔过石头。我们明明曾经关系那么好。那么仙王和魔女的关系是？仙王的脸长得和艾丽莎非常像，对吧？确实。已经去世的仙王，当时的国王才20岁，非常帅气。仙王在拜访猎人小屋的时候，和魔女扎迪相遇了。从那以后，仙王的举止开始变得奇怪。仙王开始频繁地拜访小屋，因为猎人夫妻在场，会妨碍幽会。仙王将那对夫妻赶出了小屋，他被魔女魅惑了。有传言说魔女使用了魅惑魔法，大教堂决定介入调查。我的妹妹哈林作为圣女，被大主教任命去讨伐魔女，于是上演了圣女哈林和魔女扎迪的对决。我说了好几次要跟着去，但是妹妹还是一个人去了。大主教是那个在救济院经营妓院的人吧？然后呢？发生了什么？对决之后，小屋被烧毁，我找到了被烧得焦黑的骨头，是魔女扎迪的遗骸，但我妹妹的骨头没有找到，大概是同归于尽。骨头被烧毁的柱子压碎成粉末了吧？伊迪格雷格临终时，我得以在他身边陪伴。而芬尼亚院长连这个愿望都没能实现。那刻有5芒星的关于魔女的镜子，你知道些什么吗？听说里面蕴含着魔女力量的根源，如果能很好的利用它，可以不老不死。如果你的妹妹40年前没有消灭魔女的话，如今魔女扎迪可能仍然保持着年轻的外貌，又或者有权势的人。是这样，所以今天我被叫到这里来，是因为发现了魔女的镜子吗？抱歉，具体的细节还不能告诉你。我明白了，那么我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就先告退了。好，去现场看看吧。塔拉小姐，真的见过幽灵吗？不，传闻倒是经常听到。这个不是魔女扎迪的肖像画吗？为什么会在这里？在她还没有露出真面目的时候，她负责这个区域的魔法防御。后来她成了迷惑国王的恶女，但是已经装饰过的肖像画，如果丢掉可能会被诅咒，所以现在也像那样装饰着。真是个漂亮的人啊！喂，艾丽莎在王宫图书馆掉落的木箱在哪里？被凯拉姆天文官带走了。什么？竟然被带走了？那么我们去那边吧。天文官的办公室，小孩子不能进去。那么我就和小艾丽莎一起。艾丽莎大人的照顾工作就由我来负责吧。那和姐姐一起玩吧。谢谢。我在里面的作业间等您。怎么了？呀，不是，艾丽莎大人是喜欢像塔拉小姐这样的女性吗？说起来，塔拉可能和以前在我们家做侍女的人很像，不过已经辞职了。但现在我很开心。塞雷斯特小姐感受到的这种郁闷，是你对艾丽莎特别思念的证明啊。我们走吧。海拉姆天文官啊，他回家了，现在不在啊。喂，他什么时候回来啊？听说他要休息几天，没人知道他在哪儿。不过听他说什么，他似乎对那个叫《魔女日记》的东西很着迷，真让人好奇呢。魔女日记，日记里往往隐藏着秘密。关于魔女的事情也听说了不少，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我们去找艾丽莎。久等了，艾丽莎，我们回家吧。各位辛苦了。怎么样？
白跑一趟，明天再来吧。刚才还亲密的牵着手，两个人的关系不应该这么尴尬才对啊！快点回家。艾丽莎大人，你不向塔拉小姐告别吗？再见。好的，下次再一起玩吧。怎么回事？感觉气氛有点冷淡。艾丽莎，我以为你会和塔拉小姐更亲近一点。才不是那样，明明之前那么亲近，怎么突然就讨厌了？没有啊。要不要吃点甜的？也许会恢复精神。你是我的未婚妻，对吧？可以牵手吗？好可爱，当然可以。还要吃糖果吗？糖果是我的哦。哇，看起来好好吃，爸爸厨艺突飞猛进了呢。看起来很好吃，谢谢您。不，应该是我感谢您为我女儿尽心尽力。不必客气，比起我儿子艾丽莎，我更喜欢赛雷斯特小姐。没关系，艾丽莎大人，我会好好珍惜你的。赛雷斯特，我会一辈子对你好。承蒙王恩，王宫的一部分对公众开放，但可以进入的区域只有王宫图书馆和潜艇。没关系，我想去王宫图书馆。名字是扎迪。扎迪？好吧，作为来访者，除了开放的区域，其他地方请不要进入。我明白了。应该是在王宫图书馆北侧的仓库区域，难道已经被收拾掉了？仓库区域是前面吗？啊，对，但是仓库区域禁止入内。我在找东西，你稍微睡一会儿吧。我必须拿回来镜子，还有你在这里做什么呢？你是塔拉小姐，你没事吧？两位为什么会在这里？我们今天也来王宫进行调查。刚才看到有卫兵跑过去，接着看到了倒在地上的塔拉小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魔女扎迪在这里，突然勒住我的脖子，问镜子和熊迪在哪里，我什么都没有回答。魔女为什么会做出勒脖子这种事？真是扎迪吗？绝对没错，确认入城记录应该也能知道名字，而且那张脸和这幅肖像画上的样子一模一样，肯定是魔女扎迪本人没错。容貌没有改变，也就是说她真的不老不死。这么说来，从烧毁的小屋里发现的烧焦尸体是圣女哈林的遗骨，那么熊迪又是什么？我不知道，总之这件事也要告诉温米亚院长。寻找妹妹遗骨好几天的温米亚院长，如果知道发现的遗骨其实是妹妹的，会很难过吧？说起来，茶丸今天在哪里？茶丸今天是分开行动的，他去查看了40年前魔女居住的猎人小屋和附近的泉水，那里好像有他在意的事情。钓不到鱼啊！这个泉水里鱼好像不多哦。嗨，你在找什么？我在找熊迪。熊迪？根据我的判断，应该就在这里啊。果然是因为过敏，一点也感应不到啊。喂，你眼睛看不见吗？是的。你有灵能力吗？我的能力会随着身体状况变换，即使我是超级可爱的天才茶丸，也有看不清真面目的时候。这样。还有，其实我不擅长水。我喜欢水，因为这里有我与喜欢的人之间的回忆。我也是，虽然不是这里，但是在湖边我遇到了重要的人。茶丸，有人来接我了，钓鱼竿就放在这里，可以吗？你叫什么名字？索尔。茶丸，辛苦了，事情办完了吗？没有，还是空手而归。这个是烧毁的小屋残骸。魔女扎迪虽然被认为在40年前死了，但她并没有死在这里。她现在在哪里呢？哎呀，每次都麻烦你了。你是不是累了？也许吧。找到了，原来你在这里，扎迪亚娜。
6岁的时候，父母因事故去世了，当时很伤心，但是我很快就振作起来了。感觉不像魔女，就是个普通的孩子。难道要再往后才会展现出魔女的样子吗？收养我的婶婶是这么说的：人在出生时，无法选择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也无法选择父母是否长寿。这么一想，悲伤就减轻了。但是搬家的时候，因为要和朋友分开，我难过的哭了。我的好友哈林，还有我的暗恋对象索尔，如果他们能幸福，我会很高兴。16岁的时候，我和婶婶一起搬到了他结婚对象恋人的小屋，我们3个人和睦的生活着。那时，我就像拥有了真正的家人一样。有那么一天，国王来到小屋。听说你和叔叔婶婶一起生活？他们现在去森林那边了。您今天来是关于地下通道的事情吗？你怎么知道？我能看到一点点未来，这是天生的，但看不到太远的未来。而且听说，如果有了孩子，力量就会消失。不要随便说这种话，小心被当作魔女抓起来。但是国王是不会做那种事的，对吧？那么关于地下通道的事情，我也是最近才知道。从王宫图书馆的北侧连接着这里，你有进去过吗？没有，虽然隐约感觉到了它的存在，但没必要特地去阴暗的地下，那样也很麻烦。真是有趣的女人。回想起来，也许我就是在相遇的这天坠入了爱河。从来没有人以真是有趣的女人这样的理由喜欢上我。从这天起，我沦落成了一个愚蠢的人。从第一次见面时，我就知道我和国王互相吸引，但是婶婶并不这么想。扎迪，你的能力会在你沉溺于爱情的瞬间失去准确性，你一定要小心。没关系，国王是好人，婶婶担心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为什么我当时会无视这么重要的事情呢？我以为他是爱我的。大迪，真的没关系吗？你把你的婶婶和她的丈夫赶出了小屋。我作为魔法师，成为了这片王宫管辖地的守护者。叔叔婶婶们已经没有权利住在这座小屋里了。好吧，那么地下通道怎么办？我想留作紧急逃生通道用，但也担心可能成为敌人入侵的路径。我可以施加魔法，只让你一个人进入地下通道。这种事情能做到吗？当然，入口的王宫图书馆，还有地下通道，最后的出口小屋，将这3个地方用魔法防壁围起来，只有你能解开封锁。怎么解开封锁？我会用一个小的魔法笛子来打开它，你携带起来也方便。这样的话，你就能在喜欢的时候安全的来这里了。浪漫啊！但是我最近因为睡眠不足，头很痛。怎么会？刚刚继承王位，时间根本不够用啊。既然这样，我有个好办法。像这个镜子，是我当魔女的祖母留下的东西。这个镜子能将人的体内时间倒转9个小时。并不是将整个世界的时间倒转，而是倒转体内时间吗？是的，比如早上7点起床，努力工作9个小时，对吧？那么在下午4点的时候，只要照一下魔法镜子，就会回到早上刚醒来时精力充沛的状态。镜子本身能用障眼法魔法隐藏起来吗？我可不想被人偷走。可以，但是障眼法魔法有点复杂，如果你触碰镜子，魔法就会解开。每次你过来，我会再给你施加魔法的。能见到你的理由又增加了一个呢。但是把镜子的事情告诉他是个错误。我们的关系中掺杂了算计，国王总是撒娇依赖我，我感到被需要时就会全力以赴。在那段时间里，我的肚子开始隆起。当国王知道我怀了孩子的时候，玉林国公主的婚事也被人提起，她似乎被那位联姻对象的美貌夺去了心神。当然，为了肚子里的孩子，我告诉她希望他能做个好父亲。但是怀孕的我对他来说似乎很麻烦。那个时候，国王的公务量大幅减少，他也不需要使用镜子了，我已经不被需要了。真可怜，海拉姆王宫天文官，终于找到您了。哎，你真厉害，居然能找到我。王宫发生大事了，发现了魔法镜子的艾丽莎·阿迪恩塞尔伯爵，因为诅咒变成小孩子了。我马上就去。
王宫图书馆的仓库区域是魔女镜子所在的地方，也许还能发现其他线索。好，那么开始吧。查完那个鱼竿，你又去湖边了吗？这很重要，我去最北边找找看。我也想打扫那边，所以我来帮查完的忙吧。我们分成2队吧。塞雷斯特小姐，艾丽莎，我们走。塞雷斯特，小心点，不要碰奇怪的东西哦。这是魔女扎迪的线索吗？如果能更多的了解她本人，一定也能找到解除魔法的方法。你是魔女扎迪？站住！把帽都摘下来，让我看看你的脸。这个人怎么回事？刚才好像听到了艾丽莎妈妈的声音。喂，查完，不许躲开！你这白痴，我肯定会躲开呀！将你的身体切开，用你的骨头制作熊笛。你这蠢货，我的骨头是做不出熊笛的。这种事，试试看，怎么会知道的？塔拉小姐，冷静一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斯特，为什么你这种普通的女人会被艾丽莎大人爱上的？去死吧！塞雷斯特，躲在我身后。艾丽莎大人。为什么要保护塞雷斯特这种人？你明明是喜欢我的吧，艾丽莎大人！讨厌！明明施加了强力的魅惑魔法，为什么会没有效果？原来如此，艾丽莎同时受到了返老还童镜的诅咒和药草的魅惑，2种诅咒的影响。李特当时说木箱里有草的味道，就是这个吧？哼，话说回来，即使用了魅惑魔法，也只有这种程度吗？姐姐，扎迪亚娜，姐姐，这是……那么我就单刀直入的问了，你是那个不老不死的魔女扎迪希瑟尔本人吗？关于这个问题，让我来回答吧。你是？我是王宫天文官凯拉姆，我拜读了魔女扎迪的日记。扎迪和仙王有过一段恋爱关系，但是仙王变心，在他分娩前抛弃了他。你们是魔女扎迪的孙女儿，对吧？照你刚才说的，扎迪是因为妨碍到仙王，所以被杀的吗？谋杀魔女的幕后黑手是前阵子失势的大教主，对一心想掌控实权的大教主来说，扎迪和他的孩子碍了他的事，所以他派圣女哈林去除掉他们。那个人从以前就一直利用弱者来谋取好处。扎迪亚娜，是这个名字吧？你能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吗？是的，我的名字是扎迪亚娜，父亲是以祖母扎迪的名字来为我命名的。这位是我的姐姐塔拉，我隔代遗传了祖母的灵能力。塔拉虽然没有力量，但是她似乎拥有辨别真品的眼光。塔拉偶然间看到了一位骑士，并爱上了他，于是他在黑市里弄到了真正的迷情药，并且一直寻找使用的机会。原来如此，如果和咒语一起使用，即使不给对方喝也能生效。但是他为什么会混入王宫？日记本给我瞧瞧。对了，当时塔拉小姐说扎迪亚娜小姐勒住了她的脖子。我们从以前开始关系就不好，但这次我也有责任。大约从1年前开始，我的灵能力变强，做梦的频率增加了。我一照镜子，祖母就会不断地向我说话。打开王宫里的秘密之门，雄敌是打开秘密之门的钥匙。魔法镜子很危险，必须马上找到它，并且破坏掉它。因为我长着和魔女扎迪一样的脸，不能长时间潜入王宫，于是我对塔拉撒了谎，说有一种能让女性变美的魔法道具，拜托塔拉寻找雄敌和魔法镜子。啊哈，幽灵是这么回事啊！原来是这样啊！他除了打扫工作之外的时间，都在四处寻找。于是闹鬼的传闻传开，骑士们来调查。塔拉知道艾丽莎大人要来，就在仓库区的箱子里偷偷放了迷情药。但是那个箱子里装有魔女的镜子，镜子里有倒转体内时间的魔法。虽然魔女覆盖了障眼法魔法，但对长得很像仙王的艾丽莎来说，
障眼法魔法没有起作用，40年积累下来的镜子魔法爆发，导致它变小了。事情的经过我大致明白了，但是解除魔法的方法……我的头！扎迪亚娜小姐，你没事吧？扎迪亚娜小姐，镜子，让我看看魔女的镜子。扎迪亚娜小姐，你要干什么？没关系，塞雷斯特，她不是扎迪亚娜。明白了，拜托你了。好，接下来大家一起去秘密的地下通道。地下通道？魔女扎迪藏在那里吗？不，总之先走吧，不会有危险的。但是入口在哪里，你们知道吗？我把鼻塞治好了，现在就能清楚的知道在哪里了。而且进入所需的雄敌索尔在王宫的泉水边帮我找到了。索尔是谁？好了，细节等一下再解释。总之，我们先到入口去吧。就是这个，没错。艾丽莎，吹一下雄笛试试。好厉害！王宫的仓库里竟然有这么一个地方，应该会一直通到魔女扎迪的小屋。我们走吧。好黑啊，有点害怕。怎么回事？里面有光。查完，那个是少女哈林。为什么会在这里呀？她是从魔女的小屋穿到地下通道来这里的。墙上写着文字。扎迪，大家虽然都把她当成魔女，但扎迪是我从小到大最重要的朋友。扎迪总是充满自信，是畏畏缩缩的我憧憬的对象。虽然曾经分开过，但在成为圣女之后，我们在王宫泉水礼拜仪式中偶然重逢了。我真的很高兴。但是我的姐姐温米娅似乎不这么想。扎迪和国王塔恋爱的事情被发现后，姐姐像疯了一样嫉妒他。圣女哈林，你去杀死那个用邪恶魔法迷惑国王的魔女扎迪，连同她怀着的孩子一起处决掉。大主教大人，为什么？哈林，这是我们给她的仁慈啊！姐姐，这种因魔法而生的、被诅咒的孩子，在出生前就该被杀死。而且他还不自量力的诱惑国王，绝不能被原谅。哈林，这是为了我们好啊！你去杀死魔女吧。这种事我怎么可能做得到？为了让扎迪逃走，我独自前往猎人的小屋。扎迪，快逃！大主教大人要杀了你！扎迪，你……哈林，我想你差不多该来了。难道说孩子已经……今天早上生的，已经托付给可以信赖的人了。那个孩子会和我毫无关系的健康的活下去。已经，就算我把他留在身边，他也会被发现，然后被杀掉。那你呢？你打算怎么办？我要放火烧了小屋，你就躲在地下通道里。兄弟，我已经交给你的姐姐了。不要！你不可以死！我会说是我打败了你，然后放火烧了小屋，所以……哈林，我愿意为了孩子去死。谢谢你一直以来的关照。扎迪！我回过神来，已经在黑暗的地下通道里了。我不停地呼唤地上的姐姐，但她没有回应。最后，我的声音喊哑，连站立的力气也没有了。我好像就要死在这里了。索尔，我最爱的人，就算我不在了，也请一定要健康，长久地活下去。谢谢你一个人在黑暗中坚持了这么久，已经没事了。谢谢你们。扎迪的心愿，你的心愿，我全部都收到了。
请安息吧。之后，我们安全的从地下通道回来了。查完说有事情要办，就去了王宫的湖边。事情真相曝光后，犯错的几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塔拉小姐因为在王宫内使用了魅惑魔法，以及用斧头袭击精灵查完的事情，被关进戒备森严的修道院。还有圣女哈林的姐姐温米亚院长，她的阴谋也正在被揭露。成为学院院长之后，她对孩子们施加了严厉的体罚，因为想要被第二王子评价为善良的院长，所以每次被传唤到王宫时，她都要花钱雇佣童星进行表演。但是她对查完的态度似乎并没有被指导。这一瞬间，她露出了真面目。所有的一切都是她为了得到魔女的镜子而做出的事情。哪位？你本该死了的魔女扎迪，为什么你会在这里？有一件事必须告诉你，所以我来了。你一直在寻找的魔女的镜子，我已经尊重祖母的遗志，粉碎了。魔女的镜子，我找了这么久。扎迪把雄迪交给我的时候，说实话，我很惊讶。我们彼此憎恨着对方，但当时她因为怀孕，似乎失去了大部分的力量。为了帮助哈林，也许是别无他法，这样哈林就都消失了。魔女的力量，魔女的镜子，是我的了。之后我找遍了扎迪生活过的地方，也没找到镜子，怎么可能这么轻易被你？怎么会这样？祖母大人，抱歉，扎迪亚娜，让你看到了不愉快的东西。这是我最后一次出现在你面前，请你一定要幸福。祖母，父母和塔拉都不在了，连你也要抛弃我吗？即使你看不到我的身影，我也会一直守护着你，扎迪亚娜。继续向前走下去吧。而且，你不是有真事的人吗？走吧。祖母大人，谢谢你。所以你和哈林是怎么回事？我和哈林是青梅竹马，在她成为圣女之前，我就一直喜欢。我们每天都会在这片泉水边见面。但是有一天她失踪了，我每天早上都来这里等她，可是眼睛看不见的我掉进了池子里。眼睛看不见的我给哈林添了很多麻烦。哈林根本没觉得你是麻烦，况且你眼睛看不见，也是因为当时你救下了被暴徒袭击的哈林吧？原来你一直在这里等他。我只是想再看一次哈林的笑容，虽然我知道这是个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好嘞，这件事就交给我吧。交给你？你要做什么？索尔，哈林最后浮现在脑海里的也是你啊。哈林，是你吗？索尔，谢谢你一直等着我。从今以后，我们永远在一起。查完，你刚才在和谁说话？我只是在看这美丽的泉水。对了，艾丽莎的返老还童诅咒已经可以解除喽。怎么做才能解除？这里是能够实现愿望的泉水啊！相爱的两人如果心意相通的话，诅咒就会解除哦。那么剩下的，你们两个单独谈谈吧。塞雷斯特，闭上眼睛。塞雷斯特，自从和你相遇，我的世界光芒万丈。哎，艾丽莎大人的声音。谢谢你来到这世上。哎，我爱你。